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于上周日开始展开亚洲访问行程。25号，舍曼将赴天津访问。外界注意到，舍曼的这次行程安排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他既是拜登团队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团队成员，也是美国国务院的第2号人物，长期打造精明又强硬的外交风格。这次舍曼来华究竟要谈什么？来看看报道。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就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安排作出回应。主谈的是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美方多次提出，也希望拜会中方领导人。中方考虑按惯例安排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谢峰副部长同舍曼会谈之后，在天津会见舍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声称，中美关系的核心是竞争，同时不仅有对抗的因素，也将有双方利益汇合的因素。舍曼在谈及访华时也声称，希望通过此访推进美国利益与价值观，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美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中美关系要有护栏，以使竞争不会发展为冲突。对此，赵立坚表示，美方所谓以竞争、合作、对抗处理中美关系，实质上仍是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挑动对抗，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从根本上是零和思维在作祟。正如中方一再指出的，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指手画脚，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关系应当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而非一方受益。中美关系发展是要有护栏的，但护栏不能由美方单方面定义。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污蔑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方利益，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护栏。赵立坚还强调，中方将在舍曼副国务卿访华期间继续阐明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现阶段他还没有做好与中方全面发生冲突或者说擦枪走火事件的这样一个准备，所以在现阶段他可能更希望的是一定程度上管控好中美关系，但是呢，这种管控必须是有利于美国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前半年一直在搞他的国内事务啊，包括他搞所谓的联盟外交，他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他是要做一个铺垫。那么在现阶段，他觉得中美关系还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啊，来配合拜登的内外政策，不代表说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底线非常清楚。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有些动作还是在走钢丝的。外界注意到，舍曼此次访华之前已经在中国周边转了一圈。5月时曾访问了南亚的印度和东南亚的柬埔寨、泰国。这次的亚洲行程最初确定有日本、韩国和蒙古国，但在21日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在行程中新增中国天津和阿曼。它整个东亚行是先盟友后中国，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说，它仍然是想要重复安克雷奇这个之前的这样一个套路，就是先联合盟友来制造一些舆论上的一些声浪，然后呢，来到中国之后呢，他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心理优势，他希望中方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或者说与美方进行相关的合作。舍曼于周二抵达日本，一共待3天，但舍曼在日本的行程却比较低调。日本首相菅义伟甚至没有与他会见。分析指出，菅义伟目前正全力应对东京奥运事务，无法抽身，这是舍曼在日本遇冷的主要原因。舍曼访日的重中之重是周3举行的第8次美日韩副外长会议。值得注意的是，3国副外长的共同声明称，讨论了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重申了美国印太战略以及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陈词滥调。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在共同记者会上，美日韩3国副外长的对华态度有明显温差。日本主动表示3国针对中国的行动交换了意见，美国在避免点名中国的同时展现出对决姿态，而韩国则未提及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舍曼本人在这场记者会上仍否认会访问中国。
周四，舍曼抵达韩国后，就套近乎地提及韩国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本月初才发表的新歌《Permission to Dance》，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关系。他说，美韩关系中从不需要 permission， 也就是许可的意思。但需要指出的是，舍曼在韩国并不受欢迎。今年2月，舍曼指责韩方在与日本的历史问题上滥用民族感情，指责过去的敌人来赢得廉价的喝彩，并认为此举制造瘫痪。韩国社会当时都因此炸了锅，其后美方不得不进行灭火以平息事态。韩联社报道称，韩方最关注的是韩美关系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见舍曼时，就提起他5月访美时与拜登达成的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共同努力的共识。舍曼则表示，希望朝鲜能够尽快回应美方的对话提议。美国希望与朝鲜朝着可信、可预测、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关系。他还表示，期待与中国讨论朝鲜问题。舍曼称，韩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事实上，舍曼这次以朝核问题解铃人的身份到访韩国，但他实际上是朝核问题的继铃人之一。舍曼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克林顿政府的朝鲜政策协调员，参与了当时美国与朝鲜的核谈判，并于1994年促使两国达成了框架协议。朝鲜随后根据该协议冻结并拆除其本土的核设施，但美国拒绝兑现其对朝鲜经济方面的承诺，反而转向高压政策，为半岛核问题埋下祸端。深圳卫视注意到，舍曼于4月13日被任命为副国务卿，但过程并不顺利，有42名参议员反对他的任命。《纽约时报》指出，虽然舍曼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4次出任美国国务院的重要职位，但这次是他首次在中美关系方面被委以重任。舍曼本人也在对华政策上延续其长期建立起来的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他在谈及拜登政府的对华关系时声称，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信任而建立的，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对彼此利益的尊重上。观察指出，舍曼的表态显示出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实用主义原则，但这种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博弈的基础上的大国关系，显然是无法应对全球性事务的。经济学人7月刊社论的第一句话就是拜登对华政策将伤害美国并推远盟友。仅靠利益去连结的话，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是会呈现很多的波折。中美关系过去40多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关系，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关系？如果拜登政府现在执着于只谈利益不谈其他，那么这只会割裂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那么也会使得中美关系在未来的这个发展中会呈现更加不稳定、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中美而言，对世界而言都是一种损害。此外，与3月份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类似，美方在舍曼访华前又再次进行连串无理举动，就涉港议题发表荒谬声明，制裁中方官员，并就黑客议题向中国泼脏水。法国广播公司表示，舍曼访华符合全球外交界一直以来的期待，在行程确定后，外界都松了一口气。路透社指出，作为美国国务院的第2号人物，舍曼这次访华显示出中美正寻求改善双边关系。朝鲜、气候和伊朗是中美无法单边解决的议题，唯有两国合作才能取得进展。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我看到是一个很典型的套路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制裁外交啊，先制裁再外交，这显然是不符合国家间交往的一个基本的礼仪的。但是呢，他觉得我先制裁一部分中方官员或者说企业，能够给中方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压力，那么会使得他在谈判过程中会有一定的筹码和优势。这个是拜登政府完全单方面的这样一种想象啊，但是我觉得他完全是误判了这个当下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地位，和误判了中方对于维护国家这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这些制裁影响不了中国。7月16号，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7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金融制裁。周五，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对美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前美商务部长罗斯及香港民主委员会等7个美方人员和
实体实施制裁。中方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企图干涉香港事务都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而针对美国国务院最新一份投资环境报告，外交部驻港公署批评其抹黑香港国安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指出，该报道一面污蔑，一面又指香港仍是美国热门投资和贸易地点，说法自相矛盾，指控不攻自破。此外，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会警惕伪装爱国者及忽然爱国者，确保香港未来3场选举顺利有序进行。美国国务院周三发表2021年度投资环境报告。这份报告由美国驻全球各地的使领馆官员撰写，评估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其中有关香港的部分妄言去年起实施的香港国安法损害香港自治，并严重限制个人自由，更无端对身在香港的美国人称其有可能遭到监控、任意执法和拘留。不过，报告也指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香港仍是受美国欢迎的地点。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指，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管制秩序恢复正常，市场和投资环境更稳定，而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仍十分稳固。美方指，香港国安法影响香港营商环境的谎言已不攻自破。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投资环境报告，对香港国安法的恶意抹黑和指控毫无理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五在一个电台节目指，香港去年实施香港国安法后，国际间出现谣言和猜测，认为是外界对中央政府有偏见，西方国家也借此干预香港，压制中国发展。香港人应以爱国为荣，有责任支持香港国安法，并强调该法比西方国家的国安法更加克制。对于香港国安法的负面批评，特区政府会继续列出事实去反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四表示，报告一方面试图污蔑香港国安法，另一方面却指香港仍是美国热门投资和贸易地点，具备世界级的监管架构，提供具竞争力的金融、贸易及专业等服务。有关说法证明美国政府的言论自相矛盾，对香港国安法的指控不攻自破。陈茂波批评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抹黑香港国安法，粗暴干预香港事务，我们强烈反对并予以谴责。我们绝不会认同报告中有关香港国安法的恶意评论。陈茂波还引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香港是2020年全球第3大的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这表明，在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下，香港的投资环境更趋稳定。香港证监会周四公布的调查也显示，去年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增加21%至34万9310亿港元。去年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净流入2万350亿港元，期资额按年扩大33%。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上周五就向在港美国企业发出警告，妄称香港国安法下在香港的营商风险增加。拥有逾1400家会员企业的香港美国商会发表声明回应警告，指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仍然是东西方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重要且活跃的推动者。商会刚刚在香港中环购置新办公地点，希望以此促进对话和交流，倡导公开透明、信息自由流动、法治和良政善治。另外，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护航下，爱国者治港原则正在积极落实。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周五刊登公告，公布15名获其裁定登记为有效的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姓名。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2个产生办法作出系统性修订，原第4界别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被划分进选委会新增的第5界别，同时在第5界别新增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继续是选委会的当然委员，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中的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也将成为选委会委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在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与日本副外相森健良以及韩国外交部第1次官崔中健举行了3方会谈之后，发表了一份涉及中国问题的声明。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为了把美日、美韩2个独立的同盟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美日韩经常会在外交与国防层面举行3边会谈。但是，由于前总统特朗普
对美日韩结成同盟对抗中国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所以在他的任内，类似的三方会谈就很少举行了。而这一次，这是时隔4年之后，美日韩3国副外长再次坐到了一起。这个也就再度证明，拜登政府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不会仅仅着眼于巩固美日、美韩2个军事同盟。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构建已经再次提上了拜登政府的议事日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主动挑起的对华新冷战、印太战略以及东海、南海问题上，韩国一直是抱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有日本跟在美国后面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然而这次3国副外长会后的声明当中，则提到了要反对任何损害、动摇或是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活动，重申维持一个包容、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必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并承诺维护南海航行自由。这个也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韩国是不是在对华新冷战、印太战略以及东海与南海问题上，已经改变了原先不介入、不参与的态度。然而，由于这个声明仅仅是由美国国务院单方面发出来的，韩国与日本并没有发，于是国内就有评论认为，韩国并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对抗中国，是美国绑架了韩国，或者说是美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了韩国头上。那么对此，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既不要过于主观，更不要过于乐观，还是要多长一个心眼，多保持一份谨慎。因为事后美国国务院声称，这个声明是美日韩3国共同应对北京在周边地区所谓扩张行为的最新明确描述。而对于美方的这个说法，韩国并没有出面撇清自己，因此这件事情更有可能是韩国既想表达紧跟美国的意思，但又害怕公开得罪中国，于是就默认美国国务院以美日韩3方的名义发表了上述声明。因此总而言之，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这个声明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副国务卿舍曼即将访问中国，是为了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2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呢？我觉得普莱斯的这个表态正好就印证了我早前的判断，即跟几十年前发生的美苏旧冷战一样，拜登政府只想跟中国打一场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新冷战，但是他们不希望也不敢将这场新冷战变成新热战，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拜登政府只想通过这场新冷战，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科技与军事领域的竞争，通过国力的对比来让中美决出最终的胜负，而不想通过一场世纪性的大战的方式来决出胜负。副国务卿舍曼这次访问中国，就是要把这样一个清晰的信号进一步传达给中国，并为中美之间接下来的竞争、合作与对抗关系画下一条底线，那就是中美2国可以争起来、抗起来，但是不能打起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对于舍曼此访的说法是，中方将会借这个机会向美方表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这个背后透露出的信号就是，中国为中美关系画下的红线，或者说是底线，跟美方的有着明显甚至是本质性的不同。美方的底线定得非常低，以不打起来为原则，而中方的底线则定得相对要高一些，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主权、不伤害中国的统一为原则。那么有意思的是，最近半年以来，为了应对跟中国的这场所谓的新冷战，拜登政府在外交与安全层面做了长达半年的精心布局。
先是召集美日英澳4国领导人，围绕着印太战略举行了网上会议，后又鼓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一起宣布要介入台海问题，再后来又举行了美欧与美俄领导人峰会。等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拜登开始图穷匕现，提出要跟中国展开对话，准备在香港、新疆、台湾等问题上逼迫中国做出让步。然而让拜登政府始料未及的是，中方并没有吃这一套。面对拜登政府提出的对话要求，中方并没有做出积极的表态，甚至连舍曼的这次天津之行都一波三折，险些泡汤了。那么很显然，中方想要以此来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硬而清晰的信号：香港、新疆、台湾问题是属于中国的内政。假如美方想要以这些问题逼迫中国让步，那中美之间可能连谈都没得谈了。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美方要逼迫中方在香港、新疆、台湾问题上让步的问题，而是中方要求美方必须要端正态度，彻底调整对华战略的目标和预期的问题。假如美方仍然一意孤行，那中美双方不仅没有对话的气氛，甚至可能连对话的话题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没法展开，那接下来势必就会影响到中美双方在某些领域的相互合作，甚至使得中美之间的竞争走向恶性化，对抗走向脱序。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世卫组织提出的针对中国第2阶段的溯源调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既不尊重常识，也违背科学。舆论认为，世卫组织的取态明显有屈服政治压力的迹象。外交部周五表示，希望世卫组织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实际上，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暴露出的疑点可以说是迄今最多的，理应成为下阶段全球溯源调查的重点对象。周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成都同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长席尔瓦以视频方式举行中葡首轮外长级战略对话。王毅指出，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在基于事实、尊重科学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溯源国际合作。希望双方共同反对借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共同抵制政治病毒，维护团结抗疫大局。席尔瓦表示，葡方主张本着科学和专业的精神开展溯源研究，不支持任何将溯源和世卫组织政治化的行为。但遗憾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关于第2阶段病毒溯源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的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这与3月底该组织发布的全球病毒溯源中国部分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严重不符。当时该报告指出，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上周五世卫组织成员国通报会上，中国和不少国家已经清楚表达了对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第2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的基本立场。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已进一步书面向世卫组织阐明了看法和主张，我们也将继续提出中方的建议。赵立坚强调，世卫组织这份工作计划同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要求不符。中方以及许多世卫组织成员国都遗憾地注意到，这份工作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化干扰，是一份丢失科学客观原则、缺乏合作精神的文件，同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不符。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明确得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国际科学界对此也有广泛共识。而这份工作计划仍坚持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作为研究重点，可以忽略了全球早期病例、冷链传播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此前，美国更是为推卸抗疫不力责任，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下令中情局限期拿出证明所谓中国隐瞒疫情和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的报告，企图把毒源帽子强扣到中国头上。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四在回答世卫组织第2阶段溯源计划有关问题时竟称，美方对中方深感失望，美国将继续呼吁中国提供必要数据和样本。对此，赵立坚周五表示，美方一些人借疫情动辄对中方污蔑抹黑，完全是对常识的漠视，对科学的傲慢，中方对此坚决说不。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份工作计划是在呼应美国等个别国家鼓噪的实验室泄露论，加上起草过程缺乏透明度，也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份工作计划是政治操弄的产物。赵立坚强调，中方始终高度重视病毒溯源问题，将继续推动自身溯源研究。同时，作为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的国家，中方也会继续积极参与下阶段的全球溯源合作。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都需要我们团结来共同应对。借疫情污名化、将溯源政治化的行径，只会遭到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注定不会得逞。目前，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无关的看法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共识。7月5日，24名国际知名专家再次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越来越多的证据也显示，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出现的时间要早于人们的已知时间。这表明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多元型的，那么在全球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十分必要。很显然，世卫组织如果将溯源焦点重新放到武汉实验室，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拖慢病毒溯源进程。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关于病毒溯源地的调查的这样一系列表态，更多的还是屈服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真正的把病毒的来源查清楚，而是呢希望借助调查病毒溯源地来实现自身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中方在溯源问题上一直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然而，针对美国早期新冠病例可能早于已知时间的报道和报告，美方始终没有回应。比如，美国国立研究院研究发现，美国5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在2019年12月就已出现。对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问题，美方更是避而不谈。2019年7月底，靠近德特里克堡的2家养老院出现一种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病。9月，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报告称，电子烟肺炎患者病例数增加了1倍。当时席卷美国的电子烟肺炎同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而美国疾控中心向德特里克堡基地发函要求其终止大部分操作的时间就在此后不久。美方却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关闭德特里克堡的原因，删除相关报道，甚至大搞政治操弄，动用情报部门介入溯源，威胁打压专家学者。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都需要我们团结来共同应对。借疫情污名化、将溯源政治化的行径，只会遭到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注定不会得逞。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针对中方表态不可能接受世卫第2阶段病毒溯源计划，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竟指手画脚对中方无理指责，您对此如何评论呢？是的，主持人。那么中方为什么要拒绝世卫对武汉病毒所做所谓有罪推定式的这个调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昨天呢在记者会上说得很清楚，他既不尊重常识，也对科学傲慢，中方不可能接受。那更何况世卫和中国联合调查组此前呢在对包括武汉病毒所实地探访研究之后，早已经得出了病毒泄露说极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结论。那么更别说《柳叶刀》这样的国际权威期刊啊，去年就曾刊出过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学界公开信，批评回击新冠病毒实验室制造阴谋论。那么这实际上呢，也是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但是啊，我们从普萨基高调发声，也可以预期，那么被政治利益和政治算计绑架的新冠病毒溯源议程，不可能被美方弃置，甚至呢，不排除激化为中美又一个博弈焦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呢，我预判时间窗口就会在未来这几周，因为呢，拜登此前下令情报部门就实验室泄露说做90天的这个调查，期限呢就在8月。事实上呢，美国媒体已经在为此在发声造势了。今天 CNN 刊出世卫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叫杰米·梅策，他的一署名评论，标题呢在此录上 ：We cannot give China veto power over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OVID-19's origins。在新冠病毒溯源上，我们呢不能给中方否决权。梅策是谁啊？他是要求抹黑式溯源调查的主要鼓噪者之一，他是联署调查公开信的4名作者之一。梅策口口声声我们，当然这个我们指的是美国。梅策与普萨基他们的潜台词很明确，否决权只能是美国专利，或者说是美国的霸权专属。那我想追问，几天前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那50多个国家，他们难道不是世卫成员吗？他们难道不代表世界吗？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刚刚发出警告，德尔塔毒株是已知传染性最强的呼吸病毒之一。世卫组织也预警，印尼正成为疫情新震中。那么，您对全球疫情态势如何评估呢？对抗包括德尔塔毒株在内的所有的新冠病毒，接种疫苗呢，仍然是最佳、最有效的防护手段。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即使在美国，97%的新冠确诊者没有接种疫苗，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有3%的患者，他们呢是在至少接种1针疫苗之后感染的。这实际上呢，也是现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所谓 breakthrough infection， 也就是突破性的感染。它就是呢，新冠病毒突破疫苗的保护屏障。昨晚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冠肺炎救治专家杨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也确认。南京这次的疫情爆发病例，他们呢绝大部分都接种过新冠疫苗。那么对突破性感染怎么看呢？我认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米尔肯公共卫生学院华人访问教授叫温林眼，他的一个雨衣比喻很接地气，也很有说服力。他说呢，新冠疫苗就好比是雨衣，而且呢是质量很好的雨衣。那么在毛毛雨的天气可以保护你通体不湿，但是呢，如果你运气不好，遇上瓢泼大雨，那么难免就会失身。在这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公共卫生 KOL 看来呢，接种新冠疫苗它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首先，突破性感染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那么，如果你穿着雨衣在暴雨天气外出乃至作业，那要保持身子不沾雨恐怕很难。其次呢，即使疫苗保护被突破，那么确诊接种者他们的病情一般也会显著轻于未接种者，尤其呢在防范致死上，那么疫苗可以说提供了终极保护。那么早期研究呢也显示，疫苗接种者即使确诊，他们体内的载毒量证实呢也会显著下降，一般呢不会传染到他人。当然了，温教授也指出，那么这是德尔塔毒株肆虐之前的观察，能否验证与最强毒株，这呢还有待后续来追踪。所以呢，在我看来，无论于人于己，不管是个体防护，或者是尽到社会责任，那么接种疫苗都是最优解，也是最佳选择。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东京主办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正式开幕，被新冠疫情裹挟，延期1年，主办城市正当紧急状态，空场举办赛事，经济损失惨重。这届最坎坷奥运会将以怎样的画风展现在世界面前？周永生、竹内亮点拨关键。北京时间周五晚7点，东京主办的第32届奥运会在日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式。现场没有观众，但有950名奥运相关人士参加。中国代表团第108位出场，由朱婷和赵帅担任开幕式旗手。由于受到新冠疫情裹挟而延期1年，东京都首都圈疫情当前仍然严峻，奥运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106人。本届东京奥运会注定在奥运历史上被打上独特烙印。这届堪称史上最坎坷的奥运会将以怎样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来看看报道。在经过约1万名奥运火炬手参加，历时121天后，奥运火炬传递今晚抵达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场——日本国立竞技场。日本天皇德仁宣布，第32届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
東京大会の開会を宣言します。奥林匹克宪章中有明文规定，在奥运会开幕式上需由承办国的国家元首宣布开幕，而且开幕宣言的一字一句都有明确要求。其中有一句是祝贺第某某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宫内厅相关人士此前已经对外传达了新冠疫情之下德仁天皇的忧虑之意，因此此次天皇打破惯例，避免了在开幕式上表达祝贺之意的措辞。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为防止疫情扩大影响各国运动员的比赛，奥运会开幕式实施了最少人数的规模限制。本来可容纳68000人的国立竞技场，除了各国选手入场之外，不安排任何观众入席。而参加开幕式的人员仅约950人，其中日本国内相关人士约150人，外国相关人士约800人。日本放送协会周四报道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作为东京奥组委最高名誉顾问，同时还是申奥最大功臣，考虑到疫情原因，不会出席开幕式。此外，东京奥运会的多家顶级赞助商也纷纷放弃出席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坦言，空场举办开幕式，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外宾方面，出席开幕式的人数较以往几届奥运会大幅减少。参加开幕式的政府首脑包括蒙古总理以及下届奥运会东道主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美国派出了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到场。日本政府发言人此前曾表示，来自1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将访问日本，这个数字已经远低于预期的100多人，为近年奥运会最少的一届。相比之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有约80名外国首脑和政要出席。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即使巴西受寨卡病毒与政局不稳所扰，但仍有约40名外国首脑和政要出席开幕式。此次各国代表团以日语50音图的顺序入场，希腊作为现代奥运会的发源地，其代表团按惯例首先入场，举办国日本最后登场。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入场排在第108位，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旗手。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创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之最。431位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将参加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实际上，对于全球观众来说，本届奥运会更像是一次云上奥运。无论是观众观看比赛，还是运动员感受观众的热情，都只能隔着屏幕云端互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本届奥运会将在全球范围内向超过50亿的潜在观众播出，转播媒体的覆盖面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巴赫介绍，投入使用的奥林匹克转播云 OBS Cloud 由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与中国阿里巴巴公司共同研发，于2018年首次推出，并在东京奥运会中首次使用。这也是奥运会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极大地提升了转播效率。巴赫还为此感谢中国的云技术，让人们与奥运产生了更多连结，表示今年将是数字化水平最高的一届奥运会。从振兴日本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呢，这届奥运会已经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了，几乎是呢80%以上都没有观众，只能够在电视转播权方面分一点这样的利润，也能够呢让日本在国际上呢获得一定的声望。因为呢毕竟是在疫情阴影笼罩之下的奥运会，那么呢和疫情进行抗争，也体现了面对难题、面对挑战、战胜困难的这样的一种奥运的精神。